海鯤號最新影像爆出，尾舵神秘消失，疑似下沉數米。台防務部承認其致命硬伤，原計劃交界目標延宕。朝鮮再次發射導彈，直飛目標日本海。日韓兩國政府進入高度戒備狀態。美航母訪韓，朝國防部怒懟，直言將採取更加進攻性的行動，回擊外部威脅，強硬姿態震動半島，局勢瞬間緊繃。澳日韓掀起核潛艇打造熱潮，水下軍備競賽悄然升溫，地區力量平衡面臨新挑戰。很遺憾，海鯤號徹底陷入難產困局。原本計劃11月交艦的目標確定延宕，台灣防務部門也承認了這件事。不過，海鯤號最近又爆出了神秘影像，相比之前情況有所轉變。據報道，在高雄港91號碼頭，有船迷目擊發現，海鯤號罩帆的黑色鷹架和甲板的藍色塑膠布仍未拆除，但艦尾卻新增了鷹架。影像顯示，現在甚至看不到海鯤號的尾舵了。比對之前的白色吃水刻度，潛艇疑似下沉數米，外界猜測可能是新增裝備或維修導致。這已經不是海鯤號第一次延宕了。今年7月3日完成第3次海測後，它先是一泊海昌廠房旁大乾屋，又在9月2日回到碼頭。原定9月底前的第4次海測遲遲沒有動靜。直到11月3日，台灣高層才表示，希望11月能再進行一次復航測試。但對於能否完成全部測試、何時交付，依然沒有明確答案。海鯤號的困境核心問題出在首次造艦系統整合不易。台防務部門提交的書面報告承認，這艘潛艇有着致命缺陷：聲納來自美國，魚雷管來自韓國，整合式綜合管理系統來自英國，部分設備要臨時借用承包商的測試樣機。不同國家系統之間的通信協議和數據接口天生存在衝突。比如韓國提供的魚雷管，在測試中就無法接收戰鬥系統指令，故障原因至今沒查清。更致命的是建造工藝和測試環節的漏洞。第3次復航後，海鯤號進入乾屋維修長達61天，原因是冷卻主機的排水管線滲漏，需要從上層拆解到底層檢修，暴露了基礎建造的粗糙。按原計劃，海鯤號需完成復航、潛水潛航、深水潛航及操雷射擊等多項驗證。但截至11月，關鍵的潛航測試仍未啟動。從服役可能性來看，海鯤號具備服役潛力，但短期內難以實現。它的核心問題集中在系統整合、建造工藝和測試驗證3大環節。這些並非無法解決的技術死結，只要投入足夠的時間，撥款資金來解決設備接口衝突，並且修復工藝漏洞，完成全部驗證項目，理論上可以達到服役標準。只是難頂的是，至今為止還沒有明確故障排查時間表，關鍵的潛航測試不知何時啟動，多次的延宕暴露項目管理與技術整合能力的短板，能否攻克這些難題仍是未知數。從服役時間來看，原計劃11月交艦的目標已徹底落空，新的服役節點還難以明確。按照正常的全流程測試，僅深水潛航測試就需數月時間，結合其61天的維修周期，以及至今未解決的魚雷管指令接收故障，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全部驗證。如果後續測試中再暴露新問題或國際供應鏈出現設備交付延遲，服役時間可能進一步推遲。海鯤號的困境還在發酵，半島方向的局勢已經率先升級。面對華盛頓號訪韓，朝鮮表態將採取更加進攻性的行動。11月5日上午，朝鮮突然向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導彈最終落入日本海方向，虽未造成人員財產損失，卻瞬間讓日韓兩國政府進入高度戒備狀態。這不是朝鮮近期的第一次動作，就在1個月前，朝鮮曾連續發射數枚短程導彈，當時就宣稱是針對敵對勢力軍事威脅的必要反制演習。而這次發射恰逢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不到1個月，無疑是對其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首次重大考驗。事件發生後，日韓迅速啟動應急響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緊急聽取防衛省與內閣官房匯報，強調會繼續收集信息，確保國民安全，並與美韓保持緊密合作。防衛省隨後召開了安全緊急會議，派遣宙斯盾艦和偵察機前往日本海一線監視，還向沿海漁民發布了海上警報，提醒其注意導彈殘骸墜落風險。
首相官邸內的危機管理中心也啟動了情報聯絡室，實時追蹤導彈飛行軌跡。韓國方面反應同樣迅速，韓國聯合參謀本部發表聲明，稱此次發射是對國際社會的又一次嚴重挑釁。韓軍正與美軍共享雷達與衛星情報，對導彈類型、飛行距離和高度進行聯合分析。韓國國防部發言人透露，這枚導彈可能是短程或中程型號，發射方向指向日本海，明顯是對美日韓三國加強安保合作表達強烈不滿。與此同時，朝鮮已在東海岸一線加強防空與反導部署，明確表示會根據美韓聯合防禦機制採取必要措施。美國國務院也第一時間發聲，譴責朝鮮公然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表示會與盟國保持密切合作，讓朝鮮為其魯莽行徑承擔責任。但截至事發後一段時間，朝鮮方面並未發布官方聲明，也未在朝中社報道此次發射。分析人士推測，平壤會在未來幾天以常規訓練或防禦性測試為由回應國際質疑。為什麼朝鮮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再次發射導彈？首爾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給出了分析，朝鮮目前處於經濟困境與外交孤立的雙重壓力下，導彈試射既是向國內展示強國形象，也是在向外界傳遞我們仍是談判籌碼持有者的信號。火力軍猜測，在美日韓三邊防衛合作日益緊密、頻繁舉行聯合反導演習的背景下，平壤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迫使對手重新評估地區威懾平衡。日本媒體則認為這是一次試探。每日新聞評論稱，高市政府剛剛完成首輪外交亮相，還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鞏固日美同盟。朝鮮此時試射導彈，就是在試探日本新政府的應對底線。而從日本國內來看，這次事件可能會成為推動自民黨內部加快防衛力擴充計劃的契機。高市早苗上任後多次重申，日本必須提升反擊能力和導彈防禦體系。面對周邊國家導彈威脅，不能只依靠攔截，還需具備反制能力。火力軍認為，朝鮮短期內2次發射導彈，日韓反應如此強烈，背後其實是半島長期積累的安全矛盾。如果說導彈發射是朝鮮的武力警示，那麼接下來的強硬聲明就是直接亮明立場。11月7日，朝鮮國防相弩光鐵發表重磅声明，直言美國華盛頓號訪韓是毫無掩飾的戰爭挑釁，並明確宣告朝鮮將以更加進攻性的行動回擊一切外部威脅。說實在的，朝鮮試射導彈也有這方面的因素。11月5日，也就是朝鮮發射導彈當天，華盛頓號率領導彈巡洋艦與宙斯盾驅逐艦組成的艦艇編隊停靠韓國釜山港。作為美軍海上戰力核心，這艘巨艦可搭載近90架艦載機，其中 F-35C 隱形戰機作戰半徑超1000公里，短短數小時就能實現對半島全域的覆蓋打擊，威懾力不言而喻。更有意思的是，在航母抵港前2天，美韓防長還聯袂視察了板門店，這是時隔8年，美國防長再度踏上這片象徵朝韓對峙的敏感地帶。而回溯更早之前，10月底，美韓日剛結束自由邊緣25聯合軍演，美國緊接着就批准向韓國轉讓核潛艇技術。在朝鮮眼中，這一連串操作絕非孤立事件，而是針對自己的圍堵攻勢，讓其安全焦慮被無限放大。朝鮮的強硬姿態其實是長期高壓下的必然反擊。2019年河內峰會破裂後，朝鮮認為美國毫無平等談判的誠意，只有制裁與軍演的單向施壓，讓朝鮮堅定了唯有實力能護佑自身安全的認知，以應對應早已刻入朝鮮的安全戰略內核。美方制裁落地，航母抵港，朝鮮的反擊警告自然即刻跟進。火力軍好奇的是，朝鮮所說的更加進攻性的行動會是什麼？結合朝鮮過往的應對邏輯，可能性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一是升級導彈試驗，射程更遠的洲際導彈和性能更優的新型潛射導彈都可能亮相；二是啟動衛星發射，西海衛星發射場近期頻繁活動，不排除發射偵察衛星以監控美軍動向的可能；三是針對性回應美韓軍演。不過火力軍覺得這些動作本質上不是宣戰，而是用武力喊話。朝鮮知道真打起來沒人能佔到便宜，他最想實現的其實是自己的安全問題，能被真正當回事兒。而美韓看似強勢的動作背後，其實藏着別的顧慮。美國派航母赴韓，一方面是給韓國撐腰，另一方面更是為了強化亞太同盟體系，穩固自身區域影響力。而韓國李在明政府上任僅半年，
一邊要回應國內保守派強硬對朝的呼聲，一邊想借美軍力量推進戰時指揮權移交，航母到訪恰好能一舉兩得。但事實上太怕局勢失控，韓國與朝鮮地理相鄰，一旦衝突爆發，肯定第一個受到影響。所以韓國嘴上喊着這是威懾別人，卻總是反覆解釋自己做這些事只是自我防禦，顯得特別矛盾。首爾距朝韓邊境僅數十公里，朝鮮的任何軍事動作都能對其形成直接威脅。韓國本想借 APEC 會議展現對外合作姿態，朝鮮的強硬警告卻直接將安全難題擺上台面，使其陷入裡外不是人的窘境。在半島問題上，始終難以掌握主動權。火力軍認為，半島現在已經陷入越施壓越反擊的死循環。美國推行武力威懾，朝鮮執着以硬自保，韓國在中間搖擺不定。你覺得美韓會因為朝鮮的強硬而收斂動作嗎？這場以硬對硬的博弈最終會走向何方？半島的劍拔弩張還沒平息，另一場水下博弈已經悄然拉開序幕。澳日韓都要建造核潛艇。隨着澳洲、日本、韓國紛紛着手或尋求打造核潛艇，一場圍繞水下戰力的軍備競賽正在悄然改變地區力量平衡。這三個國家中，澳洲的路徑相對清晰。根據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澳洲計劃採購至少3艘美國2手維吉尼亞級潛艦，還將聯手英美建造阿庫斯級新型核潛艦，預計在21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交付。上個月，特朗普與澳洲總理艾班尼斯會晤時，明確表示會全力推進阿庫斯計劃，給堪培拉吃了顆定心丸。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院警告說，我不認為川普會優先考慮阿庫斯計劃，因為特朗普雖未扼殺該計劃，卻並未保證實際交付潛艦的時間。澳洲的核潛艇之夢可能還要面臨諸多變數。韓國則是近期的黑馬，特朗普上月底訪問韓國後，宣布批准首爾當局建造核潛艇。這艘潛艇將由韓國造船廠韓華海洋旗下的美國費城廠負責起造。韓國總統李在明之所以能說服特朗普，核心理由就是如果韓國只有柴電潛艦，對朝鮮潛艦的追蹤能力將受限，而擁有核潛艇後，不僅能提升自身戰力，還能減輕美軍負擔。對於美國來說，批准韓國造核潛艇也是一筆雙贏買賣。南韓智庫峨山政策研究院指出，特朗普認為首爾擁有核潛艇符合美方安全和經濟利益，韓國有資金但缺乏核潛艇技術，美國則正好相反，雙方一拍即合。而韓國擁有核潛艇後，將具備阻止其他國家進入朝鮮半島周邊海域的能力，這也讓地區局勢增添了新的變量。日本的情況則相對複雜，在執政有黨維新會的要求下，首相高市早苗已經同意將引進採用下一代推進系統的潛艦，這是日本執政當局首次將採購核潛艇納入考量。從技術層面看，日本有優勢，它擁有為核潛艇提供動力的核反應堆、所需的鈾濃縮技術，還有成熟的先進潛艦生產線和民用核工業，理論上能更快研發國產核潛艇。但日本面臨的阻力也最大。1955年頒布的原子能基本法嚴格限制核能只能用於和平用途，再加上國內公眾輿論對核武器相關議題的敏感，從政治決策到最終交付，預計至少需要10年時間。韓國分析師認為，這些國家的核潛艇計劃正在迫使亞洲戰略格局發生調整。這3個國家打造核潛艇的計劃雖然各自面臨不同挑戰，但一旦全部落地，必將徹底改變亞洲水下戰力格局。而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教授則指出，澳洲阿庫斯核潛艇一旦投入，影響力將擴至更廣泛海域，會讓世界地區力量平衡面臨新的考驗。不過，這場核潛艇競賽的前路並不平坦，澳洲要等待美國的技術轉移和潛艦交付，時間不確定。韓國雖獲批准，但核潛艇的研發和建造需要漫長週期，還面臨技術整合難題。日本則要突破法律和輿論的雙重障礙。更關鍵的是，核潛艇的擴散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讓這些地區陷入安全困境。一方增強戰力，必然引發另一方的警惕和反制，最終可能導致軍備競賽失控。大家覺得澳日韓3國掀起核潛艇打造熱潮，是出於自身安全考量，還是地區博弈的必然結果？這場水下競賽會讓地區局勢更穩定，還是更危險？總的來說，在烏俄戰爭的背景下，全球局勢都在變得緊張，亞洲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增強自己的實力才是王道。那麼各位覺得海鯤號什麼時候能正式服役？可以在評論區留言。喜歡的話別忘了點點關注。我是火力軍，下期見。
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